有个朋友给我邮寄了一个轮椅，想让我帮他改装一下，加个助力。原因是他的父亲残疾，需要坐轮椅，现在主要由母亲照顾。平时推轮椅的时候有些吃力，尤其是进家门口的时候，还有一个缓坡。他也在网上搜寻了一些电动轮椅，但都不太合适，所以找到了我。通过思考，我想到了一种比较简单可行的方式来实现他的要求。如果有类似需求的朋友，也可以借鉴学习一下。首先，我们先准备一下材料，主要有龙骨电机、控制器，还有电池。这个龙骨电机我买的是24为6寸的，能承重400多斤，空载最快每小时能跑8000米。通过调速，比较适合普通人走路的速度。一般卖电机的网店都会有合适的控制器，我买的这一套差不多600多元。油门控制器最好选这种拨片式的，这样安装在轮椅上会更加方便操作和向前使力。电池我选的是24为15安时的锂电池，日常出行电量完全够用。充电器和包可以选配，加在一起大概300多元。准备完材料，我们就需要把它们安装在轮椅下方。首先测量出轮椅下方2个支撑管的内径和外径，找一节方管，标出刚才测量好的尺寸，进行切割。视频中方管的型号是25毫米乘30毫米的，如果这个型号的方管不好找，25毫米乘25毫米的也可以，厚度在1.2毫米左右。切割打磨完毕之后，在侧方打一个6.5毫米的孔，然后放于轮椅下方。在轮椅上打通孔的时候，一些动手能力差的朋友可能会打不准，可以像视频中这样两边打，相对会容易一些。然后再插入6毫米的螺栓，拧紧螺母，就可以固定轮毂电机了。为了应对不平的路面和增加电机的抓地力，横杠和电机之间要做一个具有伸缩功能的连接杆。这个连接杆需要用到一颗大螺栓，切成合适的尺寸，再找一节内径和螺栓外径一样的钢管作为套管。如果不合适，可以用角磨机将螺栓打磨一下，直到合适为止。为了让轮毂电机不转动和掉落，需要在套管上先切一个轨道豁口。切割完之后，把先前准备好的螺栓焊接在电机支件上，沿着套管上的豁口画出标记，切割出轨道挡板的凹槽，再放入套管，把轨道挡板焊在螺栓上。为了让这个伸缩杆有一个持续向下的力，它的中间还需要加装一个弹簧，弹簧的长度需要根据弹簧的大小和弹力而定。开始可以选择长一点，最后如果感觉弹力大的话，还可以用角磨机一点一点的去掉，直到弹力感觉合适为止。为了美观和结实一点，我用大垫片和短铁管做了2个弹簧挡板，上面的挡板和套管焊接，再与先前的横杠焊接。如果没有挡板，套管和横杠直接焊接，效果也相差不大。之前测量的横杠和电机支件的距离是7厘米，焊接完成之后，伸缩距离最长是9厘米，最短是6厘米。我感觉这个活动幅度在一般的铺装路面上都可以行走。在炼钢油漆的空档，可以把轮椅的把套和刹车用螺丝刀卸下来，把油门拨片安装上去，再恢复原样。到这里，这个轮椅助推器也就基本完成了。最后的线路连接
卖电机和控制器的店铺都有视频说明，如果看不明白就问店铺老板。购买电池时要看一下电源插口和电机是否一致，不然还要退换或自己更改，浪费时间还麻烦。我这个接口都是 XT60的。这个轮椅现在已经改装完成了，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它怎么使用。这里是它的油门和操作系统，这里有一个充电插头，还有一个高低速调节，一般用到低速就可以了，把它放进去。然后这是它的开关，打开之后上面会显示电量，然后如果需要的话，就是拧动一下油门，它就会往前走了，像这样。这里还有倒档，你可以往后推。下面我就让我老弟坐上去试试，看看真人怎么样。来，老弟。现在我老弟的体重还是蛮重的，如果我老弟没问题的话，普通人应该肯定也没问题。像这样，可以看到还是比较轻松的，我感觉。这是它最快的速度。除了铺装路面，在一些土路上也可以行驶。至于开始朋友说的斜坡问题，我试了试，也省力了不少。我甚至可以用一只手来操作。娘，这个轮椅改装的怎么样啊？挺好。那你上个坡我看看。好。